时间在黑暗中又过去5天。这5天里，吴柏林就像是一个在黑煤窑里工作的矿工，竭尽全力地挖掘着下方的冰层，而下方的冰层每天都在以至少200米的深度不断被挖掘出去。幸亏地表有凛冽的寒风，否则单就是清运这些堆积在外面的冰渣，也将是一件非常庞大的工程。而随着近千米的不断突进，那绿色的光影也愈发清晰。让他没想到的是，那光影并不是一个斑点，或者某些光斑，而是随着深度的不断增加而不断变大。此刻再看，更像是一个闪烁着幽幽绿光的黑洞。没错，就像是一个黑洞。虽然现在冰层还有几十米厚，但是那黑洞的大概雏形已经出来，是一个直接开在岩石层的洞口。吴柏林心中狂喜无比，这个洞到底是地下之城的入口，还是传说中的飞升之门？飞升之门的传说，最吸引他的并不是能从这里飞升，毕竟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很差得远，就算有飞升之门，门槛肯定也不是自己现在所能触及的。所以真正吸引他的是那个传说中迁徙到南极来，并且在南极发现飞升之门的宗门。那个宗门无论是飞升了还是死光了，都注定他们的宗门遗址以及他们的修道物资不可能带走，或者和他们一起死掉。所以他更希望这个洞口通向的是这个宗门在南极建立的地下遗址。若真是遗址，那就说明这下面很可能就像破青会的总部基地那样，是一个完全建在岩石中的地下城市，而底下那个泛着绿光的洞口便极有可能是这座地下城市的唯一出入口。至于自己，将成为独享这座地下城市所有修道资源的幸运儿。想到这里，他那原本已经快要耗尽的灵气仿佛又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让他一下子劲头十足。但实际上他体内的灵气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充，相反，此刻甚至已经被他连日消耗到只剩下不足2成了。不过他就像是油箱还剩下不到2成，却马上就要进入服务区加油的司机，一切近在咫尺。他也就根本不在乎自己损耗的这些灵气，因为他感觉马上就要得到极大的补充，甚至可能会得到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补给站。这个时候，头顶这条1000多米深的冰洞忽然洒进了些许梦幻的光影。吴柏林抬头看去，那看起来似乎仅有火柴头大小的冰洞出口外，竟然泛起了极光。这让吴柏林心中大喜过望，消失多日的极光忽然又回来了。他觉得极光在这个时候出现，就是完完全全的吉兆，预示着自己马上就要得到至宝，马上就要迎来人生新篇章。他激动的身体都不由轻颤，在这上千米深的冰洞中哈哈大笑。天助我也，实在是天助我也。本以为一切已经步入绝境，却没想到这竟然是老天爷对我莫大的恩赐。这飞升之门深藏南极冰盖之下的岩石层之中，便是日本人那些探测设备也根本探不到这般深度。若不是美利坚军队杀到南极，就算那帮日本人为我把整个南极勘探一遍，也不可能发现这里。天意，果然是天意啊。说罢，他仰天长啸一声，体内灵气更快地压榨出来，让飞剑运转得更快了几分。与此同时的北欧科考站，叶晨与云如歌、宋如玉尚在闭关，林婉儿一人便坐在窗边沏茶。这几日都没有极光，叶晨一直没有出关。林婉儿虽然有些孤单，却并不无聊，每日饮饮茶，看看书，算算卦，一个人在这极夜之中过得倒也充实。不过他一向谨慎，因为外面是极夜，又有一个不知道在哪的破青会长老流窜南极，所以他只要发出光亮，就必定会提前将所有窗帘关得严严实实。此时的林婉儿就是关着窗帘，用电水壶烧水，待水烧好之后，她用水冲泡了一壶普洱茶，随后才将灯光关掉，然后将100%遮光的窗帘打开。窗帘一打开不要紧，她惊讶地发现
窗外竟然不再只是泛着朦胧星光的极夜，那一条条如万丈绿绸带般的极光，竟出现在了天上。林婉儿此刻也欣喜不已，她赶紧起身去到叶晨与云如歌、宋如玉闭关的房间，轻轻叩门道：“公子，极光出现了。”叶晨瞬间从入定中醒来，极光来了。这些天，他已经将体内的灵气补充到了充盈甚至快要溢出的状态，就等着极光来了之后，赶紧再跟那神秘事物做笔交易，也好让满意的灵气消耗消耗。现在极光终于来了，云如歌、宋如玉也被林婉儿的声音惊醒，两人睁开眼睛看向叶晨。宋如玉惊喜地问他：“叶先生，极光又出现了？”叶晨激动地站起身，笑着说道：“林小姐说出现了，那就肯定出现了，走，去看看。”说罢，他迈步来到门口，将门打开。林婉儿正一脸兴奋地站在门外，叶晨向着窗外看去，极光果然已经出现，于是他便立刻说道：“极光就在头顶，倒是也不用走远了，出门就可以运转手印。”林婉儿问他：“公子若是运转手印，届时那神秘事物借助极光传授新的大日如来手印，会不会被那位破清会的长老看到？”叶晨微笑：“肯定有这样的风险，但我觉得可以冒险一试，毕竟极光绵延千里，不停变换，从其他角度看极光，看到的可能是上千里的激光重叠在一起，那样反而不容易看到极光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唯独我们刚好在手印下面才能看得一清二楚。”说着，叶晨又道：“不过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冒险试一试。南极的冬天至少还有2个多月，我们总不能这2个多月都在这里坐以待毙。”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道：“我说的很有道理，稍微有些距离能不能看得见，尚且未知，就算能看见，恐怕也不再是我们从下面看到的那个形态了。”随后4人立刻从温暖的科考站中出来，到了院中时，叶晨便立刻在雪地之中盘腿而坐，打算立刻运转那套分出大量灵气的手印。也是在这个时候，吴柏林拼尽全力打穿了自己与那洞口之间最后的冰层。让他没料到的是，这黝黑的洞口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阻隔，他的身体根本就无法进入。此时的他整个人就像是无端悬浮在那洞口之上，无论怎么拼尽全力，身体都无法进入分毫。而这个时候，在叶晨的识海之中，一座已经修复大半的金色宝塔缓缓从海面弹出，紧接着便是金光大盛。叶晨的手印还没有运转结束，林婉儿就忽然惊呼：“公子快看！”正在专心运转手印的叶晨猛然间抬头，却发现自己手印还没打完，灵气还没被抽走，天空中的极光就已经变了模样。只是它不再是手印的样子，而是一个不停在天空中如旗帜般滚动，始终指向南方的箭头。